使者大人，我们已经在各处探访，也在那熊寨之外盯了很久，可是完全找不到这个海神的下落呀！还请使者大人饶命，我等愿为使者大人寻1000年的凡人血。凡人？礁石上，一名道人颤声道。这女子目中带着几分冷意。凡人的血有什么好？不仅没有灵气，还会亏损功德。你们跟随本座这么久，也该知本座现如今早已洗清了原本修行留下的业障，已不再多杀凡人。至于你们，哼，念在我教尚在用人之际，暂免你们2个办事不力之罪。多谢使者大人。女子冷冷地瞥脸2人，这2个真仙道人连忙闭嘴，继续跪在那儿，气儿都不敢喘。这些人族炼器士真是无用。女子冷哼了一声，狭长凤眼一眯，凝视着远处的海面，心底思量着方才得到的教中命令。他道号文静，本是血赤黑纹王得道，非妖非灵，实乃上古凶魔。认真来讲，他还是个女王大人。上古6圣尚未得道之时，他便带领着血赤黑纹群祸害西方生灵，后来被2位西方的候补圣人出手制住，却并未被2位圣人打死，因为当时西方教2圣已经得了道祖赐下的鸿蒙紫气，却并未参悟到功德成圣之法。如今已过漫长岁月，文静道人暗中修道有成，做了西方教静温使者，专做一些见不得光、见光就有损西方教威名的脏活。他本性凶残，残杀生灵丝毫不眨眼。化形时选择这般的妖娆面貌，也是为了方便做一些险恶的勾当。被迫投靠西方教之后，文静道人又不断地凭借香火功德清洗自己身上的业障，如今已是将业障归零。但是天道有感，不准他得一丝一毫的功德，也让文静道人十分的气恼。当真想扎一下这偏心人族的天道。文静道人正思索盘算，却听一旁的2个人又在聒噪。使者大人呐，那南海教也只是占了边缘之地，咱们布置的香火才是占了西南边的大片地域啊。其实这次也没亏太多。使者大人，咱们不如暗中灭了那熊寨。文静道人扭头看脸这名下属，后者身躯一颤，顿时不敢多说什么，只恨自己长了一张嘴。杀凡人只是白白增加业障，没有半点好处。本座要找的是这个在此地布局谋划香火之人，吸干他的功德与精血。如此速度就起了这般多的供奉神像，此人谋划之深，远在你们几个废物之上。这身着血袍的妖娆道人冷声数落，朝着旁侧走了几步，身姿摇曳，美不胜收，但是那2个人的眼皮都不敢抬一下。文静道人略作思忖，又道：南海之地本就离我西方尚远，此地不过数十万生灵的香火，失了也就失了，也算不得。现如今本座有一件更要紧的事要你们前去打探。那东胜神州有一仙门名为渡仙门，勉强算是人教道成，日前与金鳌岛几个蹩脚天仙斗了次法。你们今日便赶赴东周调查清楚此事，看有无可算计之机。若此事做得好了，自可让你们将功赎罪，本座也会赐予你们些许赏赐。这2个人对视一眼，目中都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随后2个人中气十足地喊了一句：属下遵命。去吧，办砸了事或是暴露了身份，
你们自己知道后果。文静道人那纤长的手指轻轻一摆，这两人连忙告退，身形立刻跳入海中，迅速离开了阵法笼罩之地。废物当真就是废物，也只能做打探消息之用。文静道人的目光中流露出少许冷意，屈指一弹，两只黑纹迅速飞出，毫无声息地落在那两名真仙的后梗。这两个人全然没有察觉。若他们有异常，就直接吸干杀了，不要留痕迹。心底下令，很快就泛起了黑纹的回声。遵命，王。此前给他传令，让他拿下这个人教小道城，与金鳌岛炼气师斗法之事做文章的，是西方教的副教主，大圣人的某位弟子。这看似只是一件小事，但是文静道人心底明白得很，这里面牵扯到了道门三教圣人的面皮。他必须要细细谋划一番，绝对不能亲自现身。若一个不慎，由他暴露了西方教一直试图分化道门三教之事，被人给捉住把柄，那不用道门高手出手，他必然会最先被西方教的两位圣人抹杀。到那个时候，他这个凶魔就成了挑拨道门三教关系的罪魁祸首了。虽然一直在为西方教做些脏活累活，但并不代表我文静道人就是心甘情愿臣服。哼，臣服？我可是一族女王，若非西方教的二圣人扣了我一族上上下下大小黑纹，并以此做威胁，我早就吸干了那几个道貌岸然的副教主。哼！文静道人一扫衣袖，那妖娆的身形化作一抹血色，与周遭阵法一同消失不见。海面之上空无一物，只留下了一缕纹声盘旋，只闻其声而不知其踪。这大概也是文族祖传的秘技。臭师兄！小琼峰湖边柳树下，兰陵娥正跪坐在湖水旁，用手帕沾了清水，清洗着脸上好不容易搞出来的妆容。坏师兄，不说清楚那画卷是什么，让我出这么大的丑，到头来还说我向道之心不稳，天天搞这些非常之举动，搞这些，我还不是为了让你开心？不就是抄文字经100遍，抄就抄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师傅的草屋中，听着兰陵娥在湖边小声抱怨，李长寿也禁不住抬手扶额。哎，这齐元老道坐在圈椅上，示意李长寿在侧旁入座。长寿啊，你有何事要跟为师商量？师父，先开启周遭阵法吧，弟子怕隔墙有耳。齐元老道点点头，将草屋周围的阵法打开，而后盯着李长寿一阵打量。此前灵娥还未透露师兄很不凡时，齐元老道只是觉得自己这个大徒弟胆小怕事，生性怕死，但资质上佳，修为进度一直算是不错。但是自从那次被困在丹房迷阵之后，齐元老道思索此前与大徒弟相处的种种，还是没能发现什么蛛丝马迹。可是丹房周遭的大阵，这玄妙的归西平气诀，还有连他都看不明白的减脂成人神通。长寿，齐元老道向前探了探身子，你跟师父透个底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？此前外出归家，弟子便是渡劫去了，然后渡劫时一不小心飞升了一下下。这后半句自然是不能直接说的。齐元老道点点头，心中稍微安稳了一些。总算我确认了大弟子的真实修为。渡劫之后，
便是元仙嘛。120-130年就成仙，这资质已是上等的仙苗了。齐元老道又皱眉道：那你为何要隐藏境界？正常显露出境界，得门内关照，得门内庇护，这不挺好？师父，世道艰难，人心叵测呀。您想想看，在我反虚境时一直表现为化神境，那如果有人想要对付弟子，自然是按照对付化神境炼气时来考量的，那对方很大可能就会露出破绽，弟子也就能多一些活下来的机会。这个道理你应该能明白。齐元老道点点头，面露思索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但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。弟子一直伪装成门内优秀弟子，实力紧跟仙苗之后，每个月能得的月供只比那些仙苗差了2成，但是得到的好处却是旁人不知我名，不晓我法，也就没有人会算计我。师父，您想想看啊，咱们小琼峰如果出现一个仙苗，必然会被其他人眼红，如果出一个首席弟子，那说不得就会被其他峰给针对。峰与峰之间也会争夺修道资源，毕竟门内各方面的收入是保持平稳的。齐元思索一阵，又缓缓点头。以前总觉得大弟子这些歪门邪道是歪道理，如今大弟子实力比自己还要强些，又突然觉得这些道理其实也说得通。齐元老道拂须叹道：还真是这般。是为师此前思虑的少了。李长寿挑了挑眉角，没想到师父比我想象中的还好忽悠，还好说服。师父，弟子今天想对您说的这件事，是有关您、师妹以及我今后的出路。出路？齐元老道顿时有些哭笑不得。你这又何来出路一说？咱们在门内修行，天天安乐，岂不美哉？可是觉得门内容不下你这仙人了。门内对咱们自然是极好的，若门派遭难，弟子肯定在保命的前提下，能帮的全帮，今后能报仇的也肯定报仇。可是师父，您不想寿元更长一些吗？寿元嘛，这自然是想的。但你不必为师父操心，能化作浊仙，还有机会修行至真仙，师父已是心满意足了。师父，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您在修到真仙之后，也可以延年益寿，而且对弟子和师妹，今后也有颇多好处。对你和灵娥有好处，说来听听。李长寿指了指上面，手指在桌子上写下2个大字：天庭。齐元老道眉头一皱，李长寿见状心底一叹，师父应该是如同大多数修行之士一般，对天庭这种公家之地有些抗拒。这也没办法，毕竟山中修行逍遥自在，远好过上天受天规管束，还要被人呼来喝去的。李长寿提前准备好了一番说辞，试试能否劝说师父上天。若师父不想上天，那么李长寿也不会强求。这一次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。是这个地方对寿元有什么用？李长寿刚要开口，齐元却是纳闷地道了一句：李长寿愣了一下，师父，您莫非不知这个地方的好处？为师听人说起过，巫妖大战之后，几位圣人老爷在破碎的妖亭上立了这么个地方，具体如何倒是并未听闻。此时天庭这存在感简直不要太让人向往。
师父，您听弟子详细的说一说吧。齐元老道顿时点头，饶有兴致地听李长寿开始缓缓讲述。半日之后，李长寿背着手走回丹房，小盒子已经在师父那儿收回来了。没想到师父竟然对去天庭任职并不抗拒，而且还颇感新奇。接下来修行冲击真仙境也更有动力了。仔细想想，师父化浊仙之后，在门内其实有些格格不入。若是师父能够早日突破至真仙境，去天庭混一个小吏，或者是做一方土地，师父也会轻松许多吧。李长寿方才给师父留下了许多增加修为的丹药，都已经是浊仙了，也不必多讲究什么。今后的发展潜力本身就有限，用丹药堆修为也未尝不可。待师父抵达真仙境，我再去动用月老老铁的关系人脉，让师父混入天庭当文吏，也不成问题。计划的第二步走的倒是颇为容易啊。接下来就要看师父什么时候能够突破到真仙境了。估计还要个1000年，甚至2000年。但是肯定远在封神大劫劫运形成之前。浊仙修行比天仙道的原仙难了许多，一部分也是没能得全天界机缘的原因。那在此之前，我要不要做一个山门外的安全屋呢？万一在我们师徒3人去天庭报道之前，渡仙门遭遇灭门危机，我也好带师父和师妹有一个落脚之地。